南拳是如何从福建传入琉球国的？又是为什么变成唐手？又为什么变成日本人的空手道？我们继续翻历史。1372年，明朝派遣使臣杨载出使琉球，中山王查度接受明朝册封，正式向明称臣纳贡，确立宗藩关系。自此，琉球成为明朝最稳定、最亲密的朝贡国之一，开启持续500余年的官方往来。这个时间由《明实录》《太祖实录》记载。到了1392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一提到他就想起了斜八字脸。当然历史上他不长这样。为帮助琉球提升外交、航海、造船文化水平，特赐闽人36姓移居琉球。这批移民来自福建福州、泉州、漳州沿海，以士族、武官、工匠、翻译为主，定居琉球首都那霸附近的九米村，世代世袭外交、朝贡、文书、礼仪之职。这批人就是视中国武术系统进入琉球的第一责任人。当然，在唐手传入前，琉球已存在本土徒手格斗术，称为手，因地域不同分为手里手、上层士族、王府护卫修习，偏精巧技法化；那霸手、市井港口九米村人群修习，偏刚猛实战化；搏手、沿海渔民船夫修习，偏简洁近身；本土手以自卫搏杀为目的，无固定套路。然后才是唐手陆续传入。从14世纪到19世纪，持续500年多层级多人群不断输入叠加融合。九米村人作为福建移民后裔，始终保持中国文化、语言、习俗，内部秘密传习福建南拳。这里提一句，这里的南拳是统称，包括鹤拳、太祖拳、罗汉拳、拳法拳等等。因琉球王禁止民间私藏武器，徒手拳法成为士族阶层重要的护身技艺，只传家族不传外人，所以传播途径以家族谱系传承，记录非常完整，只在士族村落内部口传心授，不立文字，不公开表演，反而保留了最原始的中国拳法基因。因此技术保留大量中国南拳特征，马步、三战呼吸、手法密集、近身发力，直接塑造那霸手的技术底色。这一点现在日本空手道公认，九米村等于唐手的发源地。以前他们不认，他们为了不认还改了名字，后面会详细说。在这数百年间，琉球新王即位，必须由中国皇帝派遣册封使前往主持仪式，才算合法王位。然后明清两代共派出23次册封使团，其中明16次，清7次，每次随行数百人，其中包含武官、百户、水师守备、护卫。他们是中国武术在琉球最权威的传授者，也是第二责任人。有严继先1561年册封使郭汝霖随行百户，善武艺，在停留期间教授拳法。有王作昌、魏文耀1663年册封使张学礼随行水师守备，在琉球公开传授拳法。有龚象军1756册封使团武官拳师，传授组合术，是唐手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国传拳者。唐手至今保留龚象军型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武术套路。大岛笔记1762有现存最早记载唐手的文献，其组合术来自唐山，这个唐山是中国的意思。龚象军率弟子渡来，其技抬手护胸，单手配脚，看似柔弱，能顷刻击倒壮汉。有林洪年1838年清朝册封使福建人金鹤拳，其技法被琉球武士记录，收入《冲绳武备志》。被中国皇帝册封这期间，琉球的武士也会赴福建求学。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尾，琉球的士族啊、武士啊，为精进自己的武艺技巧，主动搭乘朝贡的船前往福建的湖州，拜中国南拳师傅学艺。回去后就开宗立派了，让唐手从秘传走向体系化、系统化。其中呢，有代表人物叫左九川宽贺，属于18世纪首里士族里。他去福建学习中国拳法，回来后就改良了技法，创立左九川行，行就是套路的意思，被其他人尊为唐手左九川。他算是手里手系统化第一人。还有胡承宇正是1832年出生，他是九米村蔡氏的后裔，是那霸手大师。在1866年在册封使团的宴会上公开表演了唐手，名震琉球国。还有东恩纳宽亮1853出生的，这位厉害了，是刚柔流开山祖师。1877年在福建湖州拜了谢如无名鹤拳宗师，学习白鹤拳和罗汉拳。回国后融合那霸手，创立了刚柔流。一说刚柔就知道风格了，刚柔并济，对吧？他是近身为主的打法，以三战型为根基，强调呼吸庄格，还擅长擒拿摔头，成为现代空手道最重要几个流派。其他几个还有松涛、细东、河道、极真，其中松涛大开大合刚猛，极真牛13阶，全接触无护具重实战，凶悍异常。我学过一点，确实不是我们只练套路的一个。还有一个要提，叫上帝阮稳，1877年人，上帝刘开山祖师。1898年在福州拜了周子和虎尊拳祖师，学习虎尊拳与伤科草药，归国创立上帝流，也保留极强的福建南拳特征。除了以上名人，福建商船也常年往来福州和那霸，船员、镖师、民间拳师随船来往。琉球的流民也有用海带抵达中国沿海，学习武艺后带回琉球。这简单拆分琉球港口，可以清晰看到中国风格。
二者一结合，就形成完全适配琉球社会的空手武术，叫琉球唐手。继续提一嘴，虽然数百年都叫唐手，但是有文字记载是1762年大岛笔记至琉球儒者户部梁溪记录，明确指出唐手来自中国，有完整技法与实战效果。这是唐手历史。最后一段讲特朗普制绑马中国，转台了，是日本天皇绑架了琉球国王尚泰。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推行了脱亚入欧与对外扩张。1872年强行设琉球藩，剥夺琉球外交权。1875年强令琉球停止向清朝朝贡，停用清朝年号。1879年，日本以武力占领首里城，解散琉球政府，废藩置县，定名冲绳县。末代国王尚泰被强行掳往东京软禁，琉球王国正式灭亡。清朝当时曾提出3分琉球等交涉方案，终因国力衰弱未果，琉球自此被纳入日本殖民行政体系，本土文化、语言、传统武技面临全面同化改造。自此，中国传过去的唐手到了历史的拐点。之前我们提到过，1905年前后，冲绳开始把唐手引入学校体育。当时密州安衡是最核心的整理规范化体育，它保留了打架能用的真东西，把动作规范了，体系整理了，让这门原本只有琉球贵族偷偷练的秘传格斗术，摇身一变成了流畅体育课的正规武道。现代空手道的底子就这么规范下来。时间来到1922年，传阅一真又提到了他，这是1930年的照片，两脸胡子，额头头发胡子。他就是大名鼎鼎松涛馆流空手道的祖师爷，代表冲绳去东京大日本武德会表演唐手，这一眼直接炸场，被公认是唐手正式登陆日本本土的历史性特点。重点来了，当时的日本那是相当看不起中国文化，一门心思要去中国化。可唐手这名儿明摆着就是中国传来的拳啊，怎么办？他们灵机一动，玩了个日语谐音梗。1936年，冲绳武道家们开会，决定把唐手改为空手。注意，不是日本中央武道节下面，是冲绳这边分定。以前我也很不理解这个故事，但是放到当时环境来说，日本极端排华，唐手一听就被歧视、被排斥，甚至被禁。想在东京、大阪开馆、进学校、进武德会，必须先把中国标签撕掉。冲绳武道家要吃饭、要推广，要让唐手活下去，改名成了必然。当时柔道、剑道都是日本本土武道，有官方地位，有学校体系，有全国组织。唐手想挤进主流变成日本武道，名字只有去中国化。当时琉球被吞并57年，2代人都没了。60岁以下的，谁还记得自己是琉球国的国民？真应了日本人常说的那句话：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为俊杰。跑题了，回到改名上，日本人日语里唐 kara 等于空 kara， 完美谐音，不用改发音，只换汉字。空可以包装成空手无铁、空灵无骨、空即是色的武道哲学，瞬间高大上。当中国传来的拳升级成日本武道，好推广，好收徒，好进奥运，但历史这东西很难抹掉痕迹。空手道从哪儿来，怎么传，怎么变？中国明清官方资料、琉球正史、家族族谱、武术古籍、现代学术考证，全套证据链闭环。所以现在他们在中日两种场合态度完全不同。不是我瞎说，2021年东京奥运会宣传册、电视台，空手道源自中国提都没提，小学教科书，还有全日本空手道联盟 JKF、世界空手道联盟 WKF 也没有相关描述。来中国交流、寻根、做活动、搞友谊赛，这当场都会说空手道起源于中国。